我觉得最近很多人都说丢死人了，本来是超前部署呢，现在是外媒认证，我们台湾呢不但没有超前部署，还叫做吹牛。记不记得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有个网友呢，弄了2句口号，真的还蛮振奋人心的、口号写得真好，叫做看好了全世界，台湾只示范一次，2周之内呢迅速扑灭这个疫情哈。我当时传得好广哦，我想台湾2300万人，大概至少4/5以上都收到了吧？有没有各式各样的梗图啊？哈，各式各样的激励，没有错啦。我们台湾是需要一些加油打气，但是听说哈，这位当初讲口号的网友呢，最近他已经把账号都给关了。因为大量的留言灌爆他啊！我们台湾怎么只示范一次呢？示范一次吹牛吗？果然这话没讲完多久，最近我们台湾成为全世界外媒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美国时代》杂志哈，最近就认证说台湾防疫吹牛，他用了 vaunt 这个字 VAUNT 哈，介老师英文是你的强项，这个词汇用词很重吧？对，这个其实还算客气，可是很直接，就是用台语讲就是碰轰啊，就是吹牛啦，哎，讲大话，然后有意涵就是说你根本就在说谎。对，他批评的可不是个人啊，就是批评我们台湾的整个防疫团队是在吹牛。确实嘛，过去这些外媒给我们台湾很多的掌声，他们写了很多吹捧台湾的报道。你看看台湾可以做到，我们全世界向台湾学习等等。他们跟台湾人民一样啊，当初的期待满意值有多高，现在的失望跟愤怒就有多高。不止《美国时代》杂志哦，还包括我现在讲的都不是这个国际间的小媒体或者八卦，都不是，都是大媒体哦。好，刚刚是《美国时代》杂志，接下来这个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对，英国的《金融时报》呢也认证台湾并没有超前部署，还说其实台湾浪费了过去1年向全世界、向各国学习的机会哦。另外，记不记得墨尔本封城还发了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里面呢，我们台湾又中枪，伤得很重，说因为他们提早封城，他们不希望像台湾一样。太惨了，我们台湾是不是？大家觉得丢死人了？我们过去花了好多钱做台湾 Can Help， 你记不记得？大外宣、大内宣花了不少钱，一系破功。正因为现在你的情况这么惨，所以很多外媒还把过去台湾 Can Help 的东西拿出来做个对照相比哦。介老师你怎么看？我们现在台湾在国际间的形象如何？就这样破灭？这个是大崩坏了，就是大崩坏。因为原来自己吹牛吹太高嘛，因为之前这个民进党政府在全世界很多大城市花了大本钱做了很多广告，那个广告就是因为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嘛，所以就做广告。另外一方面，借此提升我们这个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跟建立良好形象。在很多车站做了灯箱，在飞机场还有这些广告报纸上媒体上就说台湾 can help， 所以现在最大的笑话就变成台湾 can help 变成台湾 needs help，所以就是说这个原来把自己形象捧得太高以后现在因为这个实际上面一个作为实在太离谱了，所以现在大家反而就来看你问题看的，而且事实上，其实很多国家大家都在关切彼此的做法，尤其美国、英国，因为他要评估他境外的疫情是怎么样，所以他甚至有一点感觉，我就说，哎呀，被你们台湾骗了，因为他很多政策对台湾的入境政策要基于你的防疫的状况，结果没想到说你是这么差，像秀芳刚刚提的这几个大报。还有南韩跟北韩的报纸也都报道，是啊，北韩拿台湾的例子，北韩的《劳动日报》拿台湾说，你如果不要学台湾学台湾的话，就是今天台湾的下场，我们北韩就会像台湾的下场，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你看，拿我们做负面示范，南韩的《中央日报》，这是他的大报，他前2天写了一篇社论，标题就是说，防疫模范生变成防疫留级生。所以这个都用很重的字眼。那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 Financial Times 6月1号，他讲了很多，他叫说你这个衰减量不够，然后他说给了你那么多时间准备，人家全世界都用筛检来想办法围堵这个病毒的时候，你不但没有去做筛检，而且你连购买足够的筛检的试剂
都没有去做准备。然后你把大量的轻症患者放到医院设备良好的病床以后，等大量爆发以后，造成你的医院体系濒临崩溃，既有的医疗人员被这个完全被这个涌进而来的新战院患者所占据他们工作时间，那你既有的医疗能量呢，别人医院本来有正常讲就受到严重的排挤。可是他最后还有一个结论，我觉得人家真的是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他留一句话，他说台湾现在全部这个每天在创新高，死亡数也上，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一切都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隐藏的所谓黑数，可能很多还在继续传染的这些感染源还会让我们这个疫情可能会朝更恶化的角度去看。我当然希望不是真的啦，可是人家这一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尤其是陈时中要深刻的体会一下。是我最近访问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他们大概都是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所以很敢讲了很多实话。这个预测都跟刚刚介老师所讲的是相符合。因为过去1年防疫呢，全世界示范给我们看就是3个手段，第一个呢就是筛检，第二个是隔离，第3个就是疫苗，没有别的方式，只有这3个方式。疫苗我们刚刚讨论过了，那么隔离的部分呢，这个轻症在家确实不合理，造成这个更多的这个家人感染。另外，其实快筛的部分呢，台湾是有能力的，因为快筛我们看到它的科技含量并不算是太高，台湾有10几个厂都在做快筛，但甚至呢，这个我有些朋友他们也透过私人管道去买到，但事实上这些快筛剂都不允许在台湾贩卖。只能够卖到这个境外去，在台湾境内呢是不能够买。台湾人呢现在在药房也买不到，像你看香港，它在这个贩卖机都有卖，对吧？超市都有卖，但台湾是不允许买的。所以这个部分让台湾民众百思不得其解。我帮你把关还不好吗？我自己去筛我自己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等台湾的自产疫苗，问题是台湾的自产疫苗2期还没有做完。3期能够做完吗？还是说不做呢，就要给台湾民众施打？台湾民众敢施打吗？最近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个言论大家判断又是绿营的网军在带风向，说所谓的这个国际间4大疫苗，其实他们都是这个3级报告呢，这个还没有出就拿到这个紧急授权等等现在很急类似都是这样。但是当然了，台湾专家也很多，立刻打脸其实这些国际厂牌的大疫苗呢，他们的3期都有做完，都是好几万人的量一定要确认它的有效性、安全性。这个部分呢，时程可以缩短，但是不能够省略掉。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的紧急授权，所谓的 EUA， 还有欧洲的这个 CMA 呢，有条件的上市许可，它都是一个方便门。给你一些方便但是绝对不可能省略，因为这个是科学的东西没有办法省。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的自产疫苗，大家看傻了眼，在28号那一天，台湾政府已经宣布已经签约了，但是还没有解盲还没有解盲，就说解盲什么概念呢？一边是打真正的疫苗，一边是打这可能生理食盐水安慰剂然后来看看这个疫苗是不是真的有效。单盲就是说打的人不知道，双盲可能连帮你打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疫苗，哪个不是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科学上有效的去分析它的这个发挥作用等等。那么没有解盲就签约，所以舆论又炸锅了。那请问，万一解盲失败怎么办？特别是这一家高端，台湾2家联雅跟高端。那高端这家这个疫苗公司呢，前身是基亚。那么基亚在2014年的时候，投资台湾股市的人都知道，它造成了台湾的生技股崩盘。当时你看到它的股价不得了，多少？它涨了13倍，1年半飙了13倍。他要炒作一个肝癌的新药，但是后来解盲失败，结果连续20天的崩跌，造成整个台湾的生技股大崩盘。那么现在高端呢，几乎是同一批人，等于是同一家公司，在做同样的这个解盲的这个大梦所以。季老师怎么看？我不知道当然就是说我们不是专家了，但我觉得我如果是台湾政府的话我要签约前我可能要多想一想，特别是你知道我们连交朋友你都要考虑一下这个朋友
过去他的行为嘛，哈，言行举止，你公司要用人，你都会考虑一下。这么大的事情，难道没有考虑到他的前身基亚在台湾造成的创伤吗？他现在其实他就是希望陈时中跟蔡英文他们这个利益集团他就是希望国产疫苗赶快上市。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是现在如果让郭台铭或者张亚中或者说这个国光会慈济的疫苗先进来的话，我刚刚就说了，这是馆长讲的，民进党就政治崩盘嘛。人家说你这个谁都可以买得到，你为什么民进党买不到疫苗？那他现在不管怎么样，最坏的情境的话，就是这个情境，就是让郭台铭疫苗先进来，所以他不管怎么样，有2个，起码他要我先让国产疫苗先上来，好不好？表示说我的用心都在让国产疫苗。另外一个就是让日本的疫苗先进来，不管日本的行政再慢，可是呢，我今天就要用原厂授权这一个项把你郭台铭的因为郭台铭现在走得最快嘛，因为他的企业效率，他拿出证件只差7项只上1项，他就卡住你，再怎么样也要让你郭台铭的疫苗晚于国药，我们国产疫苗晚于日本的疫苗，晚于他现在可能叫萧美琴在美国跟美国跪求疫苗，再怎么样都不能让民间的疫苗先于这3种疫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荒谬到极点的事。谢老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当然挺我们台湾的自产疫苗。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台湾的自产疫苗，经过解盲，经过2期，经过3期，说实话，台湾人有什么理由不挺我们自产的疫苗呢？对，美国挺美国产的疫苗，大陆挺大陆产的疫苗。全世界都是这样但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台湾的自产疫苗到现在为止没有解盲成功，好吧？蔡英文政府硬要签约，大家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能够让大家赌命去等它嘛我们要赌命等到8月，8月是表示顺利对。那万一这2家解盲不成功怎么办呢？那请问我们到时候再来调度国外的疫苗吗？所以这个怎么讲它都不合逻辑。台湾人不是傻瓜，所以现在我们的要求呢，蔡英文政府或绿营不断在带一种风向，就是说这些反对的人呢，通通都是不支持台湾自产疫苗。我觉得错。我们支持台湾自产疫苗，我们支持台湾有自己的这个生技产业，我们太支持了。但是在还没有出来前，因为现在是非比寻常，现在是会致命的，所以是不是可以先让其他的这个疫苗，国际间的厂牌疫苗进来，我们应急一下，等到台湾人撑到自产疫苗出来之后，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的自产疫苗。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所以这边特别要解释一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自产疫苗。那我另外所以最近很多网友都在讲嘛说这个疫苗公司要赚钱，我们都可以理解啦，是给商人合理的利润也应该嘛虽然这个签约也签得疑点重重，因为既然是台湾自产的疫苗，又是这个大难当头你这个签约为什么这个价格什么通通不公开？陈时中告诉大家这就是商业机密台湾人也是满脑子问号。但就算是如此民众说，那你可不可以？因为什么都可以急，疫苗研发不能急。那因为现在新冠是流感化，它将来跟流感一样，每年都要施打，所以这个自产的疫苗呢，可不可以要赚钱，等到明年再赚？对，明年我们大家都来打自产疫苗嘛，到时候已经成熟了。今年拜托，因为要救命，因为很多老人家现在都撑不住了很多警消也撑不住，医护人员撑不住了，让他们先打国际间经过认证、经过解盲的疫苗。所以呢，可以谋财千万不能害命所以谢老师，我想我们非常感慨的如果我们现在台湾早就有疫苗了，如果我们真的有超前部署了，我们大批的老人家不会孤零零的死在医院、死在安养院，因为其实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只是死于新冠病毒，而且是一个孤独死的概念。因为我们台湾人呢，我们全世界的华人非常敬老尊贤，家里面老人家生病，全家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但是现在你没有办法，因为在医院里面呢，家人是不能去照顾的。那么连医护人员照顾也有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老人家可能要面临在医院孤独死。
可能当他被隔离的时候，那就是最后一面了。对，再见面可能就是一个骨灰坛。在台湾发生过太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再见面就是一个骨灰坛。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人民心在滴血啊。这个时间点你还不赶快让疫苗进来？事实上，我看到我们这个老人安养院，它的施打顺位好像也是排在第6左右哈，很危险。对，所以像柯文哲就说，这个长照机构、安养院应该全面第一优先顺序，赶快让他们施打，因为老人家的这个死亡率极高。还有我最后一题哦，想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医生说什么是好疫苗呢？现在能够达到的疫苗就叫做好疫苗。这太对了，对，现在能够达到的真的是太对了，非常非常重要啊。对，那我们的经济萧条。我们的这个全民哈，我们看到经济这个垮台，现在台湾政府要进行纾困4.0，纾困4.0一下子就是7、8千亿呀啊！比较省钱的方式是什么？有一个很省钱的方式，他为什么不做呢？就是赶快打疫苗嘛，不是吗？所以柯 P 讲的很对啊，你拿600亿出来打疫苗，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嘛。可是你看啊，民进党政府没有一个到现在陈时中没有一个讲，像刚刚医界人士说。能够打的疫苗就是最好的疫苗。我现在好穷尽洪荒之力，也要把疫苗把它弄到台湾来，给我们台湾老百姓打疫苗救命，不要再发生每天都有10几例死亡这样的惨剧了。这都是可以避免的。救命如救人一命如照7级浮屠啊！我们做公务人员的，我自己做了31年公务人员，真的是就是说人在公门好修行啊。我真的就是说，对民进党政务官，我也是这样子呼吁他们。对于我们现在我们整个这个我们这个卫生署的专业文官我也真的也在呼吁了，大家拿出良心跟良知来，我们不要为民进党的政治利益服务，我们要为台湾人民的生命而服务。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生命高于那个政党的利益了。那个政党要去维护他自己政权的利益，那让他去继续做昧着良心的事。我们卫生所，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是为国家而服务的，为人民而服务的。这时候大家都应该跳出来，站出来，真的要跟这一个，不管你是不是在有影响力的，都让民进党这个政府告诉他，现在最重要就是疫苗，尤其你去卡郭台铭那个什么原厂授权。这个就是在刁难嘛，这就是在卡嘛。他可以不卡，他为什么要卡？就是为他自己政权的利益。所以现在医疗晚一天进来，我们又不少了，有多少的人同胞又会失去自己的亲人跟骨肉，这个是应该是人要有良知啦，任何人都要，尤其在做政府官员的。你负有人民的这个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真的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这个宅神上次送给卫生署，其实是送给陈时中的那个4个花篮，耳风耳露，这个大家都知道。下民易欺，我们这老百姓你要欺负老百姓，你做官的要欺负我们老百姓太容易了。你不给我们疫苗，就是你一句话。下民易虐啊，上天难欺啊！人在做天在看，老天也在看，你骗不了天的。现在多少的公卫专家都一再呼吁疫苗。我们今天人家拿着疫苗来，你还用什么原厂授权把人家挡在门外？这个实在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叫西方人常讲，这就是犯罪。这就是现行犯。阻挡疫苗，我觉得视同谋杀，就是犯罪，视同谋杀。你违反人道罪，你违反宪法保障国民的生命权的罪，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五权分立了，我们的监察院也瘫痪了，我们司法院也被民进党是吧，也被他们这个掌控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发挥良知，尤其在这个有一点影响力的大家要把良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台湾过去台湾光复以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西方人的媒体已经告诉你了，目前只是冰山的一角。再不给疫苗，再不控制住疫情，再像陈时中这样子靠运气他想要说什么？我前2天看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怎么写？力拼2个礼拜以内，我们从3级降回2级。这个是政治喊话可以达到的嘛？这是科学问题啊。其实我看到一个这个绿营的首长哈，他也是这个笑着跟不疾不徐的告诉大家哈，没问题，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等一下这个7月疫苗就拿到了。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台湾死于新冠这个病毒的已经有已经破100了，不是100个人而已，是100个家庭的破碎、伤心难过哈。所以等到7月哈，你愿意吗？哈，我想我是不愿意的，介老师也是不愿意的。我还要告诉大家，这2天这个桃园机场呢又开始出现人潮。为什么呢？本来机场都没有人呢，出境潮或者翻成白话文叫逃难潮，很多人逃到美国去打疫苗了，对我们台湾真是一个最大的讽刺。